爱情保卫战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峰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。请看大屏幕。我得癌症以后，你说我尽霍霍别人，嫌我看病花钱多，让我用国产疗不用进口疗，在你心里，钱比我的健康还重要？我话是那么说，但是国产的疗和进口的疗有啥不一样？那不都是能治病吗？我得病以后，你还在外边找人，可能是你在我这儿得不到认可，去找其他人的认可，这件事让我很受伤。这的确之前是我做错了，但你也不能总那么强势，别总觉得是我把你气出病了。结婚30多年，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，是发生啥事儿也不和我说，一有问题就撂挑子不理我。我也特别希望你和我说说心里话。以前我就觉得你太犟了，我和你说什么吧你都不听，索性我就不说了，反正也没有用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朱先生56岁，来自黑龙江职员；李女士52岁，来自黑龙江退休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身体今年手术都已经7年了，还好。这个在癌症医学领域就算治愈嘛，对吧？5年不复发嘛。医学上说叫临床治愈，是吧？就算临床治愈了哈。听说您对这个患癌这件事儿有很多的埋怨是吧？主要怪他给你气的是吧？当然了，老多委屈了，跟他俩已经过30多年了，但是这里的委屈和那个痛苦，就我自己知道，就是不想跟他过了。那咱们从哪儿开始说您这30多年的委屈？从我有病开始吧。好，就是我是45那年有的病，我就认为他是给我气的。医生也是这样说的，说第一个是气的，第二个是那你就是听医这些年生的，医生说啥你就听啥。那可大道封的啥的有都是气的吗？那是这些年我跟你那他也没得癌症啊。那这些年医生都是这样说的，自身因素和遗传因素造成的。哪有什么自身因素？你是大夫啊？我不是大夫，这谁听也不能说能气出癌症来。不，这个情绪确实跟致癌有一定的关系。这个都是医学发现，我们这个就不争论啊。我得上病以后吧，后期治疗的时候，当时说画进口疗和国产疗，完他一直坚持让我画国产疗，你就是为了省钱呗？你当时考虑的是钱的问题，不考虑对我身体用什么药效果好啊？这是我的不理解。我没给你拿钱吗？拿钱有啥用啊？拿钱有啥用啊？还有就是第一个疗画完了以后，第13天时候开始掉头发，那时候掉头的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就是枕头上和那个床铺上都后背都得有一半掉。完了你说啥？哪有你这么霍霍人的？赶紧都替下去得了。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的就是受不了。就是当时委屈的都不行了，在我有病期间，从确诊到手术，我都没有掉过眼泪。但是那天我真的这眼泪哗的都止不住。你当时给没给你拿钱？咱们家的钱是不是都拿着？那能是拿钱的事吗？那你拿钱你是啥态度拿的呀？化疗、进口疗、国产疗，我也跟大夫咨询了，大夫说画进口疗只是让病人不遭点罪，价格高一些；国产疗呢，价格便宜一些，病人遭点罪。我因为咱们那个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把所有的积蓄都已经拿出给你治疗，要能省一些，咱们尽量节省一些，因为孩子也挺大了，我是这个想法。你有可能想的事情有可能极端。什么是我极端呢？你当时表现的啥样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也别说了，就你这个性格，整个都太强势了。行。还有主持人，我们家是开一个就是小作坊式的，就是皮鞋加工厂。开的时候吧，就是整个的运作过程，就是我一直带着连雇的工人，但我俩都是亲力亲为的干。为啥说当时说有病，说是辛苦，说的劳累而来的呢？我每天睡觉12点睡觉都是早的，早上5点钟我就得起来给孩子做饭。那时候孩子上高中、初中，完了然后我接着给工人做饭，然后带着工人干活，就这么周而复始的，1年当中得有半年时间。就是特别辛苦，他也干，他也辅助我干，但是他不有时候就是你别老丁说你的功劳，
那你说为了一个家庭不都在运作，都在劳动，都在出力吗？等你早上做完饭以后，你去领工人干活，其余的什么午饭、晚饭不都是我的吗？再一个，鞋厂的外边的事不都是我去安排吗？用你去安排了吗？你也就是在家组织工人干点活。对，都有功劳，都有功劳，这就不争了。完了，他不理解我，他还不知道关心我。完了，有点啥事情也不跟我说，就所说的像冷暴力似的。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。我能咋想啊？你对我给我面子吗？在我亲戚朋友面前，你说话唠嗑啥的，你说过我的好吗？看这么多年的工资，始终在你手把子，我有零花钱吗？你倒是说有钱，你需要花钱，你要我就给。那作为一个男人，挣的钱挣的少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花呀，那不也是为了给孩子吗？也不是为了给孩子攒点钱买房买车结婚吗？你知道我在外边跟我朋友出去，我朋友怎么说我吗？都说我抠，那我不抠没有钱我怎么花呀？我买个车呢，我还得讨好点，跟你说我把烟戒了，我好好干活，能给我买个车。那你说我们这帮朋友还有主持人，你都不知道最可气的还有啥吗？尤其我得完病以后啊，鞋厂这么忙这么累，然后呢，他最可笑的是，还跟别人搞暧昧聊天。咋发现的呀？那时候不买完车以后吗？他就总上我家那个就是那工厂的屋，天天去，我也没吱声，我就去调他单子去了。一调单子，每3到7秒钟一个短信，那时候就是短信，还没有微信呢，那打出来那大单子。老多了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可不老多了，是不是事实吧？那当我的朋友面，我的亲属面，这不都是你扬摸出去的吗？不是，那您到底在是干嘛呢？是在搞暧昧吗？就是正常聊聊天儿，就是频繁一些。真有暧昧关系的话，我们俩今天也不知道在哪站着。这是有病之前，有病以后还有呢。有病之后吧，我就有一段时间吧，就发现他对我特别冷淡，平时本身就不愿意沟通，那时候就更不爱沟通了。完了，我就慢慢的，我就琢磨哈，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你的强势程度到啥样吗？让我，你听我说完行不行？躲不起吗？我不吱声行不行？然后他在外头，我就觉得他有问题，我就去找他去了，找他这跟人家聊天呢，聊天了我就给他找回来，我俩就吵架了，吵架我就要离婚。跟谁聊天？跟一个女的。您去哪儿给他找出来的呀？去那个他那个女生的商铺。那您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是在商铺的呢？你看我做多少工作了呗，我就问，再让别人给我打听。哎呀，原来当侦探也可以治癌症哈，治疗癌症，你看还管治病呢这事儿。他不当侦探的话，都瞎子材料了啊。这不是在一个商铺里面聊个天也很正常，买个东西聊聊。自己家的买卖，自己家的店儿，那也很正常啊。我路过这儿买个东西，为什么你就这么确定给他泼脏水呢？那你想想啊，主持人，要是说的正常的，就是大白天的聊也行，都到晚上10点多了，聊，就他俩在一个店里，那正常吗？因为这件事我不就和他吵架了吗？我就要离婚，离婚我就要车要房，他就不给我。我脾气不好，我确实承认我脾气不好。我一急眼，我就你车不给我就找他呗。完了他就拽着我，就不让我那个咱车又烧车的。完了一下子一推，完了就有这么个小台阶一崴，就脚脖子也崴折了。那你说没有这个前因，我脚脖子能折吗？我认为你当时就是心情太激动一些了，当然激动了。事情想象的。都是你自己老公跟别人家小媳妇搞暧昧关系，我能不激动吗？你说那玩意说的，都是你自己以为是那么回事儿，其实没有达到你想象的那种程度。如果达到那种程度的话，我跟你一句话都没有了。行，咱这事儿不说，但是确实暧昧过，对吧？程度没达到，但是确实暧昧过，对吧？这男女之间接触，那肯定是说笑肯定是正常的。这事儿就算闹得挺大，我这么一听。当然了，老大了，我是不是亲戚朋友都知道？有不知道的吗？基本上吧，我们那块儿基本上就是近的都知道。你们那块儿都知道了，那这日子过得还有啥过头啊？就是呗。那后来咋又过下来了呢？后来你说咋想的，主持人？我就寻思都这个年龄了，我身体还不好，完了他也说那意思，跟人家也没有啥实质性的问题。完我就先这么走着看吧，现在都一直在走着看。还有，这就是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了。孩子就是孩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儿子就是考那分数，虽说是不高，但是也够本科分数线了。就他一门主张让孩子上个专科，
就现在到现在，我这心我都不甘。走个本科，他是不是有下一步走？说考个研了，往后的发展还好一些。就那时候就做决定，就不让孩子上本科。啥意思呀？你现在看吧，有可能是那时候我做的决定，有可能是错误一些了。当时的决定是啥呢？因为当时咱们当父母的，主要是考虑孩子以后参加工作的问题。就业。对，找个就业好一点的地方。您让他学的什么专业？我们有个亲属在龙电集团，如果把孩子安排到电业部门，对他以后生活不也挺安逸一点？毕业了吗？毕业了。进去了吗？进去了，进去我们孩子干了，也就不到半年就不干了啊。孩子不喜欢，嫌脏嫌累，就这么就退出，告诉我们了，以后别给我安排这种工作。所以他现在就后悔吗？就说我当时决定的事情是错误的。完我现在感觉也有点，确实有点错误一点。今天来就是不跟他过了是吗？就是不打算跟他过了。好，孩子的意见你们征询过吗？也争取过孩子意见，孩子肯定是不希望父母分开。行吧，今天把少爷也给请来了，有请儿子来，精神小伙小李来。这个，你妈要不跟你爸过了，你啥态度？我觉得他大了，可以问了。他们都这么大年龄了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确实挺不容易的啊。我觉得他们把之前的恩恩怨怨应该都放下了。就是过好之后的每一天啊。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你觉得你母亲在治疗癌症期间，你父亲对她怎么样？我觉得父亲是一个不是太善于表达的人，他可能有些事情没有说得很明白，但是他的心意都在，就是默默的付出。在你的记忆当中，他们俩架吵得多吗？经常吵架吗？不多，因为父亲总是不吱声。不说话，所以你听到的更多的是妈妈单独的声音，是吧？对。如果啊，我只是说如果啊，就是他们真的在这个岁数不在一起过了啊，你什么想法？接受这个结果吗？我不接受，但是我希望他们还要再仔细想想，因为毕竟是在一起了30多年的夫妻。行吧。今年多大？我今年30岁。你30吗？对。你结婚了吗？我单身现在。你爸给你安排的那个工作辞了之后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是自己和朋友开了一个香水集合店，就是线上线下。怎么样买卖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看不出来哈，30岁啊。行，谢谢你能来。祝你买卖兴隆，谢谢啊！谢谢主持人。来，请回。是不是觉得儿子来了就一下特舒心了？你咋了？你很委屈是吧？确实是有点委屈。我也委屈。就咱不过了呗。一拍两散不过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这不大家都不委屈了吗？是吧？最好吧。我的想法是啥呢？就像我们家孩子所说的。别，您自己的想法，别拿儿子的话当话。已经30多年的夫妻了啊。不管怎么地，没有感情那么深，还有亲情在。这30多年的婚姻虽然磕磕绊绊，有苦有乐，这么多年也风风雨雨的过来了。我想呢，后半生呢，也就是平平淡淡。守护到后半生过下去。对，您可别凑合啊！您要凑合和将就可就不好了。您呢？主持人，你还都不知道呢。平时你要是哪里不舒服，我就说，比如说，哎呦，我今天头好疼啊！你听他，我也不是大夫，你找我有啥用啊？就这些科啊。像他说那个，其实我也认可，但是呢，要像以前那样还是不行。您呀。是这3个人里面最不想毁了这个家的，对吧？儿子呢没办法嘛，父母人家说的最好在一起，先生也表达了，还有点亲情，对吧？其实人家这2个男性没有一个说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做，真不想离开这个家的大概是您吧？那您干嘛嗓门那么大的说我就是要离呀？这个关系怎么调？
啊，30多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夫妻之间的隔阂、冷漠都有，但是有没有温情也有温情，有没有关照也有关照，怎么去平衡它？别老了，这日子越过越别扭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今天真的被你们的儿子温暖到了。他其实知道自己的父母有矛盾，你们的婚姻存在问题，但是他说的非常的好。哪个儿子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好呢？就像你们儿子说的，都已经50多岁了，人已经活明白了，婚姻也过明白了，真的应该明白自己在婚姻当中的那一个定位了。而且你们2个人这么多年婚姻，双方其实在对方心里早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透明。你也明白他不会说话，你也明白他暴脾气，但你也知道他心是热的，只是不会说话嘛。所以从你们2个人身上让我们感受到，其实爱情也好，婚姻也好，这是一门永恒的课。2个人自己扪心自问，各自多反思一下，我想可能日子还是能够过下去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波红兄，徐总。怎么样是能够让自己开心的，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，做一个决定，让他看看到底能不能分开，到底你在这段感情上谁离不开谁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严老师，确实这个妻子毕竟是得过重病啊，而且你确实内心。
我讲一个我自己家人。但是你是跟他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吗？不一定，因为也许他也跟我爷爷一样长寿，可以活到90多岁，他依然可以有一个老伴儿跟他共度人生30余载。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拿你的人生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年，现在医学昌明，当然你也可能可以还有很多好的日子、好的机会，但如果你要让自己不开心，和你赌这个男人能给你幸福，你赌什么呢？您自己想吧。您现在是一个有儿子的人，我觉得您想保命，离开这段婚姻，钱拿在自己手里，儿子手里，儿子是会给你治病的。谢谢老师。谢谢明达老师啊，他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，谁活得久谁是艺术家，就人生的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吧。更长久的让自己站在那儿，那就对了嘛。这个在婚姻当中也适用啊，更长久的站在妻子的位子上，那也对嘛。倒过来可以这么听。其实您说了一句话，我感触特别深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句最残忍的话，它揭示了婚姻最无奈的本质，也是婚姻在最无力的时候发出的一种声音。即使没有感情了，还有亲情吗？多可怕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其实没有感情了，但是30多年我们就当亲人一样的过吧。你有没有血缘关系，怎么会成为亲人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讲那个故事和那种牵挂。所有伤心的人是子女，是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姻亲关系的人离开了，那不就离开了吗？所以就挺现实的。今天我们其实讨论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：中年婚姻一直磕磕绊绊，人生发生巨大变故，通过变故看清了一个人，那我还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？这都是抉择，包括你也应该看清他了，对吧？对。其实我觉得你要是那么恨他，或者对那个婚姻那么绝望，
只是承担一个道义上的责任，这个时候走还好吗？因为他现在毕竟临床就叫治愈了嘛。他有癌症的时候你不能走吧？他癌症初好的时候你不能走吧？如果你确实真的对他没有任何的感情了，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就是亲亲，就我儿子他妈，你就放过他，因为这个女人真的是离不开他，挺弱的。你们自己去做选择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已经30多年了，孩子也这么大了，咱们呢，为了以后的生活，也别吵吵闹闹。30多年的感情呢，那一点没有那是不可能，还是有一些的，无论亲情感情啊掺杂在一起。我想，还是维护这个家庭吧。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。红兄预测一下。其实我内心也知道这段婚姻存在很多问题，我也知道这对夫妻岌岌可危，但我内心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，真的没有什么理由。是我只想让两位记住一句话：婚前曾经说过的患难与共的双出。好，徐总，我觉得男生肯定会出来，因为他在这段感情当中是既得利益者，女士不出来了。严老师，我估计他们还是双出。虽然我觉得这段婚姻到了30年的今天，其实彼此滋养不了对方，带来更多的是负累。男出女不出，出来了只会按照过去的行为模式接着相处。人和人之间相处是有惯性的，不是你们今天说一个改就能改。既然身体不好，就应该让自己更开心一点。来，我们看他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啊，其实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好事儿了，就是你至少有勇气承认我无力陪你走下去，总比骗着说我有能力跟你一起走下去，然后到一个坑边的时候闪身不知道谁掉进去。在婚姻生活当中，一定要保有一个独立的自己。当你失去独立自己的时候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其实你们的婚姻都在走向死亡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结婚25年了，我感觉
就是我俩结婚这些年，始终哈，就是我要是买件衣服，他都得同意。他要是不同意的情况下，我都没法去买去。就我买回来，他也得跟我俩嚼嚼，挣钱都得他把子，就是我花1分都得朝他要。刚结婚时候咋的？咱们条件不好，我俩是属于上学时候认识的。那时候他是班花吧，可以说是，大家伙就是都不少人去追他。那时候我也寻思我不好使态度，完了我就给他写封信，我俩是属于自由恋爱的。结婚之后吧，我条件不是太好，完了吧，我总感觉到一起之后。咱们有钱得花到刀刃上，是不是啊？啥玩意叫有钱花在刀刃上啊？我跟你说，以前咱俩穷的时候可以，你就是现在有条件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像人买的贵，就是我买30、50的回来，他都得跟我俩嚼嚼。不是30、50的，我感觉啥呢？你这东西啥呢？你买回来你穿行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不穿，啊，今天买一件，明天买一件，再找着的时候不知道哪件是新买的，哪件是就后买的，你有啥用啊？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吗？到现在也是这样吗？到现在他也这样。那我估计他可能在生活里管您会管得特别细吧？要不说吧，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是，就像背着一个可沉的东西似的。哦，不，咱不激动哈，咱慢慢说哈。这个再说说还背了什么吧？买衣服是没有自由的。哎，再一个他大男子主义特别强，就是你看我要是说的跟同学朋友出去聚会去，不行。一个电话往这追你，就这样。但是他要是出去，他可以。那我俩大概是经营一个烧烤店嘛，有一年我记得可清楚了，11就可忙的了。他要跟同学出去，就是去大连玩几天，基本上都是女同学，男生很少，因为那些女同学跟他走的挺近。再有一次我是最生气的一次就是。我那天我家的课都满了，我一转身他人没了，干嘛去了？我就问烧烤师傅，我说你舅呢？因为那是他外甥，我说你舅呢？我舅刚才接个电话走了。哎呦，我当时给我气的。后来我知道是一个女同学给他打电话，说找他有点事儿。这些年他始终没跟我说是咋回事儿。你说说来，今天你在这说说，你到底是干啥去了？能有啥事儿？就打电话是我开车走了。那10分8分就回来，那有啥事儿？就是你现在你不跟我说，我更生气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会猜疑，对不对？我肯定是会猜疑的。对，就那你叫你干嘛去了吗？挺多年前了，你就是有点小事儿，也没有啥太大事儿，我去给送了，没多大事儿。他就是这事儿吧，一直好像耿耿于怀。啥事儿嘛？你跟人说清楚嘛，人都有好奇心嘛，越不说越着急嘛。你就是这临时用点钱，我给送点儿。临期以前就给我，就我跟他说吧，你说你。就是不说吧，这事儿就不知道，他还我就完事儿了。你不节外生枝吗？我就这么想的。哦，你看他就这样，分分钟，就是我行我素。再一个，我父母这块儿也是不怎么让我回娘家。为啥？因为当时我俩处对象的时候嘛，他家条件不好，完我父母就挺反对的，他就始终就耿耿于怀。不是闺女都许给你了，还耿耿于怀啥呀？因为他有姐姐有妹妹，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吧，我条件不好。没说扎实结婚上他家去吧，我感觉我饭都吃不饱，咱们自己困难，说新交也好，说啥呢？感觉你瞧不起咱们。等结婚的时候呢，他姐姐你说条件好，也陪送东西了啊，妹妹条件好也陪送。到我这家呢，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，啥也没陪送。所以说我不想让，我也不想跟他们交往，我不想去。所以说我不想让他回娘家。你看他就说这话，这个确实是一个男人。对，这个确实不对。现在我可害怕就是过年过节了。一拿买东西啥的，我现在有时候我偷着买，真的干啥是咋的。他现在吧比以前强了，应该说是强了，但是也没强多些，但是就整得我心里可不痛快了，就害怕过年过节啥的。哦，因为回不去嘛，回去就闹别扭嘛。对。你听他说偷着买，你说两口人过日子，你老藏着掖着的，你说我啥心情？不是你还啥心情？你偷偷的把钱借给了女同学，人家都没说，你还啥心情啊？你不也偷偷的吗？你不也掖着藏着吗？人家不是害怕你生气吗？按照你的逻辑，他家亲戚多啊，就是这些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子，你不一个个说了。这个哥结婚，那家哥孩子考学，成天随礼，左随个右随一个，哪个能接回来咱们？所以说我就挺反感这事儿的，偷着随。像我家要是说的人情来往的，有的人家孩子就多，咱家孩子就少，那你说哪有那些来回盆儿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我姐我妹他们人都随了，到我这嘎达我不随，那你说我脸我也过不去呀。要个面子。对，我就好要脸的那种人，所以我才偷着整的嘛。面子有什么用啊？面子有啥用啊？
最后遭罪不是咱们自己吗？你这样似的，我跟你说的，你就是你在社会上，你就是永远都吃不开的。就我说你多少遍吧，你都是改变不了。再一个就是我怀孕的时候，我不希望他懂得浪妈或者怎么样，对我怎么好，我就是感觉说的，你最起码就是关心得有吧。我俩结婚不到1年吧，那时候我怀孕，有一次我俩吵架。因为怀孕人心焦嘛，我以为他能哄我吧，我自己我就走了，他根本他都没动弹，我以为他能撵上来能叫我，后来走，我想回娘家，后来我一寻思，我要是回去吧，我父母那么大年纪了，我坐地就不咋同意我俩这婚事，我不想给老人添罗了，完我就回来，你说他在那儿睡得呼呼的在那儿，真的我就感觉心可凉可凉的。说这有啥意义啊？啊，离你妈家多远啊？咋的？我还咋的？我这么大人我还得接你，那自己就回来了呗，那算点啥事儿呢？这事儿也能说一说。不是，他是怎么追到你的呀，班花同学？那时候，也别说的谁追谁，我对他印象也挺好，但是当时也不知道，就是说也没走上社会，也不知道说是人情来往的这方面啊。这就是一点点的，他就暴露了这些。其实他也说实话，也没有说什么太多的坏心眼，但是就是在这人际关系上，还有就是亲戚来往上，我真的我就感觉不太开窍。对，太轴了。咋说呢？这些年，这脾气太不好了，沾火就着，说生气就生气，说发火就发火。我承认我脾气不好，但是我属于那种直肠子的人，知道吧？就是有时候说话吧不经过脑子。我就是感觉吧，夫妻两个人在一起，你不必要绕弯子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有啥说啥。但是我这人吧，还有一点啥好处呢？就是不抗哄。只要是说咱俩生气了，你要是一哄我马上就好那种。不像说，他就是说的，不管你的事儿，就是说你叫过完了就拉倒，你顺其自然。反正他也知道我啥脾气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完了，他就从来就也哄是啥概念？哄是证明我犯错误了，我哄你。是不是你犯错了，完了，你惹我生气了，还让我去哄你去，没有道理吧？不是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就是现在我要让他干点家务，他不愿意。从我俩结婚，我给他养成这习惯，他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强，他就是说的女人就应该干女人的活。不是家里什么活都不做，不干，什么都不干。他就是说的干的最大活就是洗他的臭袜子，剩啥他都不整。女人吧，相夫教子是不是？搁家我感觉挺正常。你像外面事儿，我啥用你操过心？比如外面的每一件事儿。这事我都不用他去做去，你就回家让我去做饭，让我去捡碗。我说一个老爷们儿，你围锅台转有意义吗？就是咱俩结婚这些年，你自己你就捋一捋，从哪创业，我俩摆地摊儿，就是推小车摆地摊儿，没落下过我；开店儿没落下我。你就是现在你有的时候你出大排档，你没落下我；你就是干啥活你都没落下过我。你假如说的你就是说的，从哪结婚我就是在家就是一直待着，你咋说我都没毛病。那你说你啥活我没跟你干过，你就回来我就是知道你干点这活。你就跟我俩就是，这都无所谓，干点的都无所谓。但是他就是这嚼嚼这一点小事，他能给你嚼就这一天，你说谁能受了？我感觉我真受不了。就是特别说到孩子学业这事儿啊，我姑娘今年是研1，我姑娘考研了嘛，她学美术专业的，就是挺费钱的。孩子一拿钱，她就不高兴。这不研1考完了，说妈我还想往上考。啊，你赶紧参加工作得了，找个好对象结婚得了。这些年我供你花多少？就是说的你看我现在开个小破车呢，要不供你，我是不是能开个好车？你说他说这话，我感觉是一个当父亲说的话吗？真这么想啊？咋说这个学习这方面我不太懂，我感觉啥，就是你我博士也好，硕士也好，我不太明白咋回事。这会儿不都是为了生活，为了赚钱吗？你说现在本身学美术。你前后的扔进好几十了，你说现在再让我去拿钱，我就感觉我不像年轻，我还能挣，我还有能力去。你说一年比年岁数大，那钱也不好挣，所以说啥，我感觉你要能行就赶紧就业呗。你这会儿不都是，我说你就花30、50，你或者花60万，你这会儿你参加工作，你说你挣不回来，你不白念了吗？这要是个儿子让他读吗？我没有那种想法，说儿子姑娘啥也好的，我就感觉说这钱咱们花出去之后。这要是个儿子，你给花吗？你儿子姑娘也得花呀，就是。
分一毫都不能差那种的，很怕是说。总是做事不给你留余地，对吧？他会坚持他自己的原则，但是这个原则的坚守，看来只对你一个人，对吧？所以你觉得活得比较辛苦。对。你们俩好像在20多年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，很少有一些事情能达成共识，所以你们的相处方式基本是一头沉，要不然以你的决策为准，你胜利了，要不然他胜利了，是吧？我没胜利过。啊，没胜利过，就是他一直胜利。妻子的感觉是累，对不对？对，太累。你这个婚姻过得累吗？我没有感觉咋累呀，真是我就是从结婚到现在。是啊，你看啊，你不需要维护人际关系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。你管妻子，妻子不反抗，你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人家算不算家里家外一把手？算吗？算。您只需要做外面的事儿，对吧？对，回家只做大爷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，对啊，你是男人嘛，对吧？跟婆婆的关系好，我家就是他家那边亲戚，我就是维护的特别好，特别他家亲戚咋说呢？宁可跟我处都不跟他处，就是那种。所以离开了他，离开了老婆，基本是孤家寡人，我听这意思是吗？你觉得娶她算是你的福气呢？还是算你走了霉运？福气，确定吗？确定，这点我确定啊。就如果他现在一定会要离开你的话，你接受吗？你不接受？不接受。他坚决要走的话，为了表达对20多年他对家里面做的贡献，你愿意让他多拿走一些钱吗？真要说非得要到那一步的话，但是我不希望他走。可以哈。对，但是我不希望，我不希望他走。能够理解您那个心情，但是想让您改变脾气恐怕也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咋说呢？我感觉我没有啥太大的脾气，真是就所有做的事儿我都有分寸有度的，因为这个岁数咱不是小孩儿，做事没有分寸，所以啥也希望他也能理解我一点。行吧。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看该怎么办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位妻子在家里有独立性吗？有主动权吗？有吗？您看买个衣服还要偷偷摸摸的，亲人之间随个礼还要偷偷摸摸的，因为你会反对。当年娶了班花，沾沾自喜。你这么看重钱，那个女同学借钱你就借了？就是挺好的同学，临时倒点儿，也不是多些。
借多少钱？300块钱。还了吗？还了。真还假还？你要的还是他给？给的。哎，如果他不还你钱，你会管他要吗？你断然不会，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，算上亲戚、家人，在外朋友、同事，你认为没有几个看得上你，没有几个人认可你，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女同学管你借钱，那可是对你的一种极大的认可，你哪好意思管她去要啊？你的内心极度自卑，你特别想强化在你家庭你的话语权。之前把着钱，对吧？买件衣服要请示，居然混到说你们家的亲戚宁可跟你老婆来往，也不愿意搭理你。咱这日子过得也太差劲了吧？女儿的前途可以不顾，爱人的感受可以不顾，只是那么牢牢的守着自己那点尊严，生怕别人看不起你。有点钱才看得起你吗？你差一点就众叛亲离了，赶紧警醒吧，好不好？一个男子汉，顶天立地，不是你挣多少钱，而是你这个人多么的大气，有胸怀，好吗？就这样，谢谢曲总，谢谢杨老师，谢老师。觉得先生你的状态特别的不好。工作收入比较稳定啊，然后工资比较高的那一类的女性了。就传统女性改变命运，我觉得除了升学这一些之外哈，有2个方式。第一个方式呢，就是嫁一个男人，可能我跟
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吗？不是格局小，是心太穷。其实男人最可怕的是心穷，穷真的不可怕，心穷了就完蛋。我不觉得米娜老师出那主意就他能干，因为他心太穷了。心穷其实意味着什么？害怕，他害怕跟各种人相处。你不觉得这问题很严重吗？咱心可不能再穷了，闺女儿书都不让再读了，还算这个账，这账能算过来吗？因为那个东西是无价，有些东西是无价的。但凡你能拿钱衡量出来的东西，其实都不值钱。对。你老婆对你的感情，你说有多少钱，你能衡量出来？你衡量？你衡量？衡量不了。当然，你对她的一些所谓的感情，也没法拿钱来衡量。所以你想清楚了。米娜老师提供其实另外一个思路嘛，就是到这个岁数，我们能够相扶往前走，我们相扶往前走。如果真的扶不了，一个人要把我拖下水，让我窒息，让我淹死，那我不如自己找一条活路。先生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，你想清楚，好好的对你老婆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，我感觉经过主持人说，经4位老师说之后，我感觉还是我哪样做的不足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吧，我不想失去这段婚姻。我希望我改掉我的毛病，咱们互相包容吧，互相扶持，走过下半生，把孩子学业完成。我心里一直有你。其实吧，我就是感觉吧，人这脾气秉性不能说改就改的。从始至终吧，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吧，就能知我冷暖，懂我悲欢，是吧？你放心，再考虑考虑吧。你看我行动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博翁兄做一个预测，肯定是双出，但我认为今天对丈夫的触动是很大的，他也明白年过半百以后，相依相伴相守的是这个女同学，不是其他女同学，所以对她好一点。曲总。我肯定会双出，不过真的哈，就2个人都得要做出改变。我是觉得女嘉宾不出是最好的，至少在今天吓唬吓唬她。来，估计还是会双出的。我觉得中年人这个婚姻、情感、爱情，真的不仅仅是说我们互相支撑就行了，更多需要内心深处能够达到一致的共鸣。双出，妻子到女儿那边去，丈夫肯定跟着，尽管去吧。我们看他们怎么选择，请开门。来吧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你们。
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。再一次的谢谢葵花胃康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